好，回到節目，我們持續來關注中東的最新局勢。那根據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他們的報道說，川普正在考慮要佔領哈爾克島這個地方，那迫使伊朗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因為現在剛剛講到說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現在是關鍵。伊朗方面也展開強力的反擊啊，像伊斯蘭革命衛隊就聲稱他們用防空系統最近擊中了一架美軍的 F-35戰機，不過美軍中央司令部並沒有承認戰機被擊落。對外宣稱的說法是 F-35是已經安全降落哈，當然有沒有損傷，目前還必須要進一步的來確定。也強調說這個飛行員的狀況是穩定的。《華爾街日報》3月20號則報道說，伊朗最近還對距離4000公里以外的英屬印度洋領地迪耶戈加西亞島發射了2枚中程彈道飛彈。這個島呢是位在馬爾地夫的南方。除了是英屬印度洋領地之外呢，那麼也是美國部署轟炸機、還有核子潛艇跟驅逐艦的戰略基地。所以想請教一下劉老師哈，我們現在看到美方就是川普這邊的戰略呢，是佔領伊朗的這個哈爾克島，因為它這邊是產油跟出口的主要重鎮啊。那希望能夠得到這個德黑蘭啊，他們能夠答應來開放這個荷姆茲海峽。當然這是理想的狀態之下，可是呢，你要佔領這個哈爾克島。目前的分析也看，你必須要出動地面部隊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目標。因為呢，這是目前如果出動地面部隊，它損傷造成最低的一個前提之下。好，那當中的這個戰略盤算怎麼看？對啊，所以啊，這牽涉幾個點。因為剛才你講的，我們講的，這個戰爭打下來啊，有很多的消息真真假假，對不對哈？大家也在打信息戰，信息戰有真的有假的啊，到底是真或者我是嚇你的，或者故意放話啊？那第二個呢，就是目的到底是什麼啊？目的是什麼？因為川普的戰爭目的呢，變來變去啊。一下說，比如說你會說啊，要政權更迭，他的核武，他的飛彈啊，或者還要支持他的這個人民起來就是抗暴，或者說海外的這個代理人啊。那現在呢，經過經濟學人說，那到最後這些都白講，你也別聽了啊。真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荷姆茲海峽啊。那荷姆茲海峽呢？那伊朗說它要封，那麼川普说我們要開啊。伊朗的封也沒辦法真封，川普的開也沒辦法真開啊。那川普想讓它開，但是也沒辦法因為這個開而迫使伊朗讓步。伊朗要封也沒辦法迫使美國要能夠停啊。雙方都在講。可是你再看，那它別的攻擊跟荷姆茲海峽有沒有關係呢？如果說荷姆茲海峽是最終的目的，那你別的攻擊好，就回到你的問題，哈格島。那哈格島的攻擊，因為現在首先呢，過去美國攻擊是打它的這個軍事設施，可是它上面很多儲油槽，它的容量可以有3000萬桶啊，到3月初的時候還有1800萬桶在這上面。那你要拿還是要攻啊？還是說我的地面部隊進來？川普也講了，那我的地面部隊我要找伊朗的濃縮鈾，我這樣有效最後取得的問題釜底抽薪啊。那可是取得濃縮鈾事情跟荷姆茲海峽又沒關係，對吧？所以你的戰爭或你的目的、你的手段跟你的目的中間怎麼聯繫？那你是不是真的要？還是說你如果真的要的話，那你說他的估算說，假設他的算法，我要拿哈格島，哈格島目的呢？因為我用哈格島目的逼你開放荷姆茲海峽。那如果荷姆茲海峽開放了，那哈格島還要不要取得呢？那或者說我的部隊要進來，如果算了以後，我就整個陷泥淖之中，我是不是還用這種方式來取得哈格島呢？他內部也在辯論。伊朗也是這樣子啊，你去打那迪亞戈·加西亞在印度洋中間，嘣，你打到那麼遠。當然，你是英國也在那邊，美國戰略目的是什麼呢？對，他是講說，也許製造一些恐慌，或者美國它的基地嘛，還有一些戰略的衝突基地。可是你就打到迪亞戈加西亞，跟你的伊朗的戰爭有什麼直接的一個結果？我覺得這可能這也要花點時間去解釋。Okay, 這一點，晉哥怎麼看？或者對，我想大家一定要了解，1986年啊，就是當2伊戰爭的時候。這個伊拉克就打過哈格島，然後他的報復手段就是封鎖荷姆茲海峽。我們要知道，只有圍魏救趙，沒有擊魏救趙。現在啊，是你掐我脖子，我踢你卵子，他會放手嗎？對不對？所以啊，這是兩者。從1986年到現在啊，荷姆茲海峽總共有8、9次危機，每次是怎麼解決？每次都是美國降溫，那邊伊朗也相對降溫，交鋒。事實上，美國啊，現在這個財政部部長講，我們現在已經容許啊，伊朗的油啊，這個經過荷姆茲海峽都是在放信號，意思就是說這個事情要降溫。對。
那個鐘啊，咔啦咔啦咔啦倒數計時啊，是指向11月3號美國期中選舉，所以那個坐在熱鍋上的螞蟻的人叫做川普。對，所以這樣聽兩位這樣分析起來，其實就算成功佔領了哈爾克島，那不是重點，那不是重點，對。因為對於實質上的這個荷姆斯海峽的開放，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沒有因果關係。對，好，那所以呢，我們也看到最近這個川普最新的發文，他有在鬆口考慮說呢，要逐步縮減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這是最新的消息，而且強調，因為他在Truth Social發文，他說呢，已經非常接近美國達成對伊朗的目標，包括呢，削弱這個飛彈的能力，還有呢，摧毀伊朗的國防工業基礎，殲滅這個伊朗的海軍、空軍，以及呢，阻止德黑蘭接近核能力。還有一點是最新的，就是保護中東盟友。好，進一步請教就因為講到這個軍方這邊也有一些想法，美國的空軍上將就表示說呢，美軍為了要突破這個荷姆斯海峽派出了火力強大，像是 A-10空擊機，還有阿帕契的攻擊直升機，那掃蕩荷姆斯海峽上空以及伊朗南部海岸。A-10攻擊機它是1976年就開始服役的，算是這個機種比較老舊的但是它的對地火力強大。那金哥又怎麼看呢？這個因為從1976年就開始服役這次為什麼還是變成美軍倚重的打擊力量？我必須要強調，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仍堪大任。這個系統它不斷的升級，武器不斷的進步。這個呢，基本上來講，我們講說這個就是耕田的馬。是可以這個幹苦活的。別小看老將，對，他是個 workhorse。這種是這個低成本，整個任務的成本是非常低，載彈量又大。但是不要忘記，系統不斷的升級，武器不斷的更新，所以基本的構型雖然不會改變，但它執行任務的能力一直在升級。單次任務的成本是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麼 B-52H 到現在還保留了在用，但是 B1、B2 那個更先進的那個當時用B1、B2 希望去隱形又是突防如何，那都隨着時代。為什麼？因為現在是靠着武器去突破防空，而不是靠這個。但最重要，我還是要講一句非常不客氣的話：這個上將要打屁股。你現在把這個法寶拿出來，當初一開始動手的時候，他就在哪？你還沒把它調去。換言之，也就是說，你當初就沒有把它所有東西這個牌都已經準備好，你就動手打牌。你現在是再把一牌一張一張攤出來，現在感覺有點像見招拆招是嗎？不是，這簡直是害死你的組織川普，對不對？你是不是一開始就應該攤出來？對不對？你現在想到那你早幹什麼的？那另外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你在畫面當中的中間這邊這個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有一位伊朗防務專家，就是這位法爾金納迪米，他說呢，伊朗仍然擁有大量的水雷，還有車載巡弋飛彈，以及呢數百艘完好無損，現在藏在這個沿海島嶼挖隧道當中的船隻言下之意就是說，美軍你要想消滅得了我這個伊朗的有生戰力，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難度在哪裡？我想第一，這個他們一定熟讀這個《孫子兵法》，藏於九地之下，所以他把它藏得好好的。第二，這個人家講師多不養，債多不愁，所以那個韓信點兵多多益善，我就是靠多。1986年第一次開始有這個，就是說兩伊戰爭時間封鎖荷姆斯海峽這道菜，在這個世界上第一次端上來的時候，美國海軍在海軍學院做了幾十場推演，在1980年代，隨着冷戰還有波灣戰爭，大家都忘了所謂 anti-SS 跟 SS denial，這個拒止跟區域拒止，就是那時候來的概念，不是我們現在台灣海峽大家把它硬套過來的。這個是老問題，吵了這麼多年，但是眼見的伊朗軍力這個準備越來越成熟，然後呢，這個軍力是越來越強大，但是相對美國的決心以及他的能力是這樣在衰退，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我只能講一句話，這個就好像那個立式香皂的這是廣告。他還有更多的等待你去發掘嘞，還有一些是都藏匿在現在好好的，你不知道他的法寶的，他現在陶醉。
在戰前我們誰想到那些無人機？沒有人想到伊朗的無人機如何，對不對？所有戰爭千金難買一個早知道，而且在之前的戰爭也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了。那當然，現在整個中東的局勢啊，在亞洲的我們也產生了，就是感受到這個蝴蝶效應。現在對於全球航運來講，乃至於全球經濟啊，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金融時報也報道說，這個中東的戰火現在衝擊到全球海運的航線，航運公司不但大幅的加價，也改道運輸，甚至呢把貨櫃卸在偏遠的港口。現在整個市場呢，有點像是一個失序的狂野大西部。像剛才金哥也提到了，像 Maersk 啊，還有就是包括說像是這個地中海航運、達菲海運，還有赫伯羅特啊，都紛紛通知他們的客戶說呢，要援引19世紀的海事規則，把這個貨櫃呢卸在最近的港口，但相關費用要由貨主來承擔。另外呢，受到了戰爭風險保險還有燃料附加費的推升，部分航線的價格呢已經上漲到原先的4倍了。比如說从英國到杜拜啊，這個例子來看的哈，就是每個標準貨櫃的運費已經從原本$1500飆升到將近$6000一櫃啊。中東戰爭的衝擊，短期對於航運對於這個油價來說啊，這個推升一定是可想而知的。那對於航運業來講呢，要怎麼看呢？這是危機還是利多？對它短線來說呢，它絕對是它的利多。因為航運業是戰爭的紅利產業，這個紅利來自於全球經濟的失血。所以它在這裡是這個船商賺得更多，但我們這個世界承受的成本就會高，我們就會有所謂通膨的問題。近期航運股真的是飆漲。對，那當趁火打劫的，發這個戰爭財。你像這個船商，他經過他要保險，目前你還找不到保險公司來跟你承保，是，而再保險公司也全部拒絕再保。那現在目前我們知道只有一家保險公司有做這承保，就是 Chubb， 就是安達產物保險。那他還要再加上美國政府的背書，那這個船商才敢經過荷姆茲海峽。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對於這些船商來講困難度多高，所以他們必須要尋求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走好望角，或者走其他的管道。這個我們就不曉得，反正他有他的解決方案。但是對航運來講，短期它是利多，但長期來講也未必是利多，因為當所有的貨萬一發生通膨，所有的貨在半路都會被棄貨，就所謂的這個臨時卸貨的話，那整個供應鏈秩序會大亂。那到時候他的船還能不能載得到貨就有問題了。所以長期它未必是就利多。OK， 對，其實船商也好，或是再保險公司也好，現在當然都非常的擔憂，所以呢，他們也很期待的就是川普口中所說的要來護航啊。哎，最後簡單請教一下建哥，短答就好了。你覺得有可能護航嗎？我覺得那個是很難，那是保證吃力不討好，只有想辦法降溫妥協才行。OK， 因為從剛剛您提到歷史以來的教訓都是這麼多次，從來沒有一次真正說是護航成功的。對，所以現在全球也在看川普到底什麼時候會改變他的說法，讓這個局勢趕快降溫。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